我接過基金會主席的印章還不到30秒，宴會廳的大螢幕突然一黑，下一秒27份病歷整整齊齊排在所有人面前。林瑞站在記者席最前面，沒有寒暄，只問了一句：顧小姐，這27名接受過基金會救助的病人，我們一個都查不到，你能解釋嗎？記者席後方一陣騷動，有董事要求立刻關掉直播，也有人催我先回答。我抬手示意不要關直播，不要關。既然資料已經公開，就在所有人面前把第一個不對的地方找出來。螢幕翻到最後一頁，27份醫療審批上全掛着我的電子簽名。桌邊已經有人壓低聲音問：這些錢到底去了哪裡？我沒有先否認，也沒有要求關掉螢幕，只說把第7份病歷的術前評估放大，右下角那一欄。那裡有一句很短的高風險提醒，連我當時寫錯又補上的標點都在。我盯了2秒，就知道這段字確實出自我手。那個短句不是格式範本，是我審高風險病歷時才會補上的提醒。我不需要回憶很久，因為當時那名孩子的原始資料，我親自看過。林瑞立刻追問：所以你承認這是你寫的？我抬頭看他，我承認這句話是我寫的，但我從來沒有寫給螢幕上這個名字。3個月前，一個真正接受過治療的孩子做術前評估時，我親手留下過同一句提醒。名字不同，病歷編號不同，可那段字連位置都沒變。我把目光從螢幕移回董事席，先別問這27個人為什麼不存在，先查誰拿得到完整原始病歷，還能把我的簽和一頁一頁搬過去。沒有人能立刻回答這個問題，可至少從那一刻起，螢幕上的27個簽名不再只代表顧念簽過，他們也可能代表有人拿走過我真正簽過的東西。晚宴還沒散，主要捐助方已經要求凍結新撥款。沈之維坐在董事席另一端，語氣很平：證據出來之前，我不替任何人站隊，包括你。梁成禮很快把一份緊急方案推到桌面上，先停顧主席職權，爭議救助計劃全部暫停，再交外部調查。基金會現在最需要的是止血。我很清楚那份方案真正的後果。只要臨時停權生效，我不只失去主席名義，連調閱系統、追查付款和保全資料的資格都會一起被拿走。我翻到未完成手術名單，指尖停在那幾個已經排齊的名字上，27筆可疑付款可以凍結，但手術名單不能一起停。梁成禮皺眉，現在沒人能保證哪一筆是真的。我把名單推回去，那就查可疑的錢，不是先拿還沒做手術的孩子證明我們有多果斷。幾名董事爭了10多分鐘，沈之維最後敲了敲桌面，48小時。顧念查，梁成禮保留行政運作，48小時後正式表決。沈之維看向我和梁成禮，48小時內誰都不能動被封存的資料。48小時後，你如果拿不出更完整的東西，我會第一個投停權。我點頭，可以。我沒有討價還價，只問這48小時內我能不能保全病歷、賬務和系統登入記錄。沈之維看了我一眼，可以，但只能保全，不能刪改。我當場打給資訊部門，從現在開始，27案相關病歷全部鎖定版本，登入記錄只讀封存。任何複寫要求，先留記錄，再來找我。資訊部門很快回復已建立只讀封存，相關病歷版本與登入軌跡從當下起保留。我沒有要求他們替我找答案，只要求先確保答案不會在今晚被改掉。電話掛斷時，宴會廳牆上的時鐘剛過10點。我的名字還掛在27份假病歷上，而我只有48小時找到比簽名更硬的東西。我把27份病歷帶到合作醫院找周木生，先把姓名和基金會編號全部遮住，只留下檢查、手術和恢復記錄。周木生翻了不到5份就停下來，
這兩份不是很像，是同一個病程。檢查順序、手術節點、恢復時間，全都一樣。他又翻到另一組資料，指着相同的術後節點，這裡也是。同一段恢復記錄換了名字和編號，可順序沒有變。我們開始把相同病程一疊一疊分開。我們把桌面鋪滿，逐份貼標記。第6份對上第2份，第11份又對上第3份，重複的組合越來越明顯。1個多小時後，周木生把最後一張紙壓在9疊原始資料旁邊，不用再找了。27個名字，實際上只用了9個孩子的病程。9疊資料擺好後，桌面突然變得很清楚。不是27個彼此獨立的錯誤，而是9套真實病程被反覆拿來使用。這種重複不可能用一次輸入失誤解釋。我把那9份原始紙本調出來，和幽靈病歷一頁頁並排。我的手寫短句、一次筆誤，甚至日期寫在表格哪一格，都分毫不差。周木生指着2頁掃描影像，這不是重新偽造簽名。有人直接把原本審過的內容剪下來，再貼到新的名字上。我指着那個連自己都嫌難看的筆誤問周木生，如果是重新做一份，會連這裡都一樣嗎？他搖頭，除非直接拿原件內容去用。那句話讓第一層指控鬆開了。27份文件上的卻有我的簽和痕跡，可他們證明不了我曾經批准27個不存在的人。我把9份原始病歷重新裝好，沒有鬆口氣。周木生問我下一步查什麼，我只回了2個字：付款。簽名被複製只是手法，真正能把這件事從醜聞變成案件的，是那些假名字底下到底有沒有真的流出去一筆錢。醫療比對結果剛出來，梁成禮就先對外回應。他承認可能存在資料複製，卻補了一句：這仍不能排除是我所屬的審批團隊操作失控。他的說法沒有否認我們剛做出的醫療比對，卻把焦點從簽名真假轉成管理責任。這代表我即使證明自己沒簽27次，也還是可能被要求下台。這句話很有效。他不需要證明我是造假者，只要讓捐助人相信，即使不是我親手做的，我也可能要為整個流程負責。林瑞手裡有內部病歷截圖，這件事一直卡在我心裡。我決定先追他的消息來源，想弄清楚他是不是早就和基金會裡的人一起設局。沈之維在會議室攔住我，把你現在掌握的全部資料給我。我得知道該不該替這48小時繼續投票。沈之維沒有催我，他只是把手停在資料夾上。那個停頓反而更像一個問題，如果我希望他承擔董事風險，我到底願意讓他知道多少？我把已經驗證的9份原始病歷交給他，卻沒有把對林瑞和內部爆料者的推測一起說出來。沈之維看着我，還有呢？沒有證據的部分，我不想拿來換你信任，我說。他沒有反駁，只把資料收起來。那我也只能根據你願意給我的部分做判斷。2小時後，新的董事通知送到我手上。梁成立以主要捐助方可能撤款為由，推動把正式表決提前到第2天中午。通知上寫得很乾脆，第2天中午表決是否暫停我的職權與救助計劃。從那一刻起，我不是少了幾個小時，而是少了一整輪可以慢慢驗證的機會。原本的48小時，被我自己的保留和他的程序手段一起砍掉近一半。我看着新的時間，只能直接去找林瑞。林瑞在一間安靜的咖啡店見我。我坐下後沒有繞圈子，有人把基金會內部資料給你。你有沒有收錢？替他把矛頭先對準我。他盯了我幾秒，從包裡拿出一紙還留着封條的文件袋。你如果真想查，就先看我收到的原始東西，不要看晚宴上我整理過的版本。他把文件袋推到我面前，沒有要求我相信他。你可以自己看封條、頁碼和我收到的順序。
你若還覺得我是局裡的人，再問下一句。袋裡幾乎全是病歷頁、審批頁和我的簽名截圖。真正能回答錢怎麼付給誰的付款終端與供應商資料，一頁都沒有。林瑞說，匿名的人一直叫我盯住你的簽名。我問過3次資金去了哪，他一次都不回答，只說只要把這些頁面公開，答案自然會出來。我把所有頁面攤開，去掉的部分反而比留下的更醒目。有人希望記者看見誰簽了，卻不希望他順着付款欄位去問錢付到哪裡。我沉默了片刻，把文件重新放回桌上。我剛才對你的判斷錯了。他挑了下眉，這句話從你嘴裡聽到，倒比道歉有用。回到基金會後，我重新翻所有人在晚宴爆料前後做過的行政動作。真正讓我停下來的是良辰裡那份緊急關閉救助計劃備忘錄。文件建立時間比林瑞在晚宴上公開資料早了整整6個小時。更奇怪的是，備忘錄裡已經完整列出27個暗號，一個都不少。我重新確認文件時間，不是晚宴結束後補件，也不是隔天追記。那個時間早得太乾淨，早到足以說明有人在公開爆料前就已經拿着完整名單做過行政動作。如果他真的是在晚宴爆料後才緊急處理，他不可能提前6小時就知道全部名單。這還不是資金證據，卻足夠把我的調查方向重新拉回基金會高層。我拿起那份備忘錄，第一個想到的人不是梁成立，而是沈之維。這次我不能再只交出一半。我把9份原始病歷、匿名包裹的缺口和那份早6小時建立的備忘錄一次全部推到沈之維面前。上次我保留了判斷，讓你只能看到半條線。這是我的錯。沈之維沒有接我的話，只問：現在你是要我相信你？我搖頭，不是。我要你拿自己的資料驗證我。他看完那份提前6小時的備忘錄，才把自己的電腦轉過來。我不替你證明清白，但捐助端地賬不在梁成立手裡，這部分可以獨立驗。他終於打開捐助方近2年的對賬記錄，27個暗號一筆筆對下去，收款端沒有一家是合作醫院。那些錢被拆成術後照護服務費，金額不同，日期不同，最後卻全匯向同一家外包商安和照護。我把27筆付款按暗號重新排過，日期雖然分散，名稱卻高度一致。每一筆都被包裝成照護服務，最後都落到同一個收款方。沈之維把螢幕轉向我，這不是你基金會內部的賬，是我們捐助端自己的付款摘要。你要的獨立來源在這裡。我立刻打給周木生，請他重新查那9名真實患兒的原始結算。他在電話另一頭翻了很久，才說主要醫療費當時已經減免，另外還有專項補助。周木生又核了一遍原始結算，語氣比第一次更慢。至少就這9個孩子的主要醫療費來看，基金會不需要再重複支付。這些外包款不能用原本治療費來解釋。也就是說，基金會沒有理由再為同一批治療支付同額醫療支出。我把話說完，沈之維已經在紙上圈注安和照護4個字。醫療資料說明病歷怎麼被複製，捐助賬務證明假暗號底下真的有錢流出去。2條線第一次接上了。沈之維收起對賬表，下一步查誰動過檔案。我點頭。這也是我一開始就要求凍結登入記錄的原因。資訊部門把封存的登入軌跡投到會議室螢幕上。27份重組病歷，全都在深夜由執行長層級的高階權限批次匯出。資訊部門把封存快照和原始時間一起交出來，這也是前一晚先所記錄的價值。後面任何人怎麼解釋，都改不了當時已經留下的操作順序。行政賬號確實也出現過，但時間都在後面。先有人把完整資料成批拉出去，之後才由行政賬號把重組內容回填進系統。
我還沒來得及把這份記錄送進董事會，梁成禮已先回應，高階賬號不是我一個人使用，過去行政團隊也曾代為操作。我問資訊部門，批次匯出和行政回填之間隔多久，螢幕上很快標出2段時間，上下游分得很清楚，卻還不足以證明高階賬號當時究竟由誰操作。那句話正好打在證據最薄的地方。賬號能指向權限，卻不能單獨證明當晚坐在電腦前的人一定是誰。我把原本分開看的資料全部拉到同一張時間表，批次匯出，梁成禮的緊急備忘錄，林瑞收到匿名資料，全都集中在同一天。沈之維站在熒幕前看了很久，如果能證明匿名包裹是在晚宴前寄出的，這些動作就不再只是事後處理。我把3個時間點重新排序，越看越不像彼此無關的反應。有人先碰過檔案，有人提前寫好關閉名單，之後媒體才拿到足以把我推上風口的資料。我把電話撥給林瑞，你還留着原始包裝嗎？他只回了一句，留着，連快遞單都沒丟。登入記錄原本像一把直指梁成禮的刀，被賬號共用擋住了。可只要外部時間能接上，它就會變成整條鏈中的一環。林瑞把原始文件袋、快遞存根和收件時間一起帶來。寄件時間清楚落在晚宴開始之前，而寄出的就在基金會附近。快遞存根不是漂亮的決定性證據，卻有一個好處，它來自基金會之外。誰也不能靠修改內部系統，把這個寄送時間往後挪。我把這個時間放進原本的表格，備忘錄先建立，之後資料寄出，晚上林瑞才在公開場合把27案拋出來。證據已經比昨天完整得多，沈之維卻提醒我，別太早覺得穩。有些董事根本不想聽複雜的真相，他們只想先把你撤掉，讓市場安靜。沈之維說得很直接，真相可以很複雜，董事的投票卻很簡單。只要他們覺得撤掉你成本最低，就算相信你一半，也可能照樣投停權。我明白他的意思。實驗證據不一定比一句換掉新主席更容易讓人接受，所以明天不能只把資料一股腦丟上桌。我決定暫時不說那份備忘錄為什麼致命，只通知梁成禮，正式表決前，他必須親自說明27個案號和付款流程。梁成禮很快回電話，你到底掌握了什麼？我看着桌上的時間線，足夠讓我先聽完你的說法。他在電話那頭問我是不是準備好了指控，我沒有順着回答。明天你先說。你認為這27案怎麼發生？就按你的版本完整說清楚。他沉默2秒，答應出席。這正是我要的。我不能替他選辯解，也不能先告訴他哪一條時間會把自己的話堵死。表決會前，我把4組資料分開放好：醫療原檔、捐助賬務、系統權限、時間記錄。最後一份我放在最下面。表決會議開始，梁成禮先定義了整件事：27案是行政建檔錯誤，顧主席的團隊在交接期沒有把流程管好，基金會不該因此被說成蓄意造假。我沒有反駁，只請周木生把9名真實患兒的原始病歷放到投影上。他指着重複段落說，不是填錯名字，是同一個病程被拆開、複製、再重組。周木生沒有講任何推測，只把原始資料一組組對回去。每對上一組，螢幕上就少一個能被稱作獨立錯誤的空間。27份幽靈病歷一份份對回9份原始資料，連我的手寫短句、筆誤和日期位置都能成組對上，普通建檔錯誤開始站不住腳。梁成禮很快換了方向，就算文件處理有問題，也不代表基金會真的有資金損失。很多賬戶支出本來就不會進醫院賬。沈之維這才把捐助端對賬放上熒幕，那就看錢。27筆沒有一筆進合作醫院，全以術後照護服務費流向安和照護。
沈之維沒有替我下結論，只把收款欄主筆念出來。不同日期，不同暗號，最後都是安和照護。董事席開始有人要求查看完整對賬來源。梁成禮抬手打斷：外包照護合法，不能因為收款方集中就說有問題。我讓他把話說完，沒有碰最下面那份時間資料。接着輪到系統記錄，27份檔案都曾在夜間以執行長高階權限批次匯出，行政賬號只負責之後的回填。梁成禮的回答和我預想的一樣，高階賬號有人代用，登入記錄只能證明權限被使用，不能證明是我本人。我問梁成禮，所以你現在的意思是，建檔錯誤解釋不了，付款可以另外解釋，高階權限又可能是別人用的，對嗎？他只回，我說的是，不能憑單一記錄定我的責任。前3層證據已經讓他的說法從只是建檔錯誤推到外包可能合法，再推到賬號可能共用。每往後一步，可解釋的空間都更窄。董事席有人低聲交換意見，也有人仍看着我，像在等最後一個能把責任真正落到人的答案。我伸手拿起最下面那份備忘錄，我把梁成禮那份緊急關閉救助計劃投上螢幕，只放大2個地方，完整的27個暗號，以及文件建立時間。這份備忘錄建立在晚宴爆料前6個小時。我看向梁成禮，如果你是在事情公開後才緊急處理，請解釋你為什麼提前6小時就知道全部27案。我沒有先說誰寄了資料，也沒有先說誰操作賬號，只把問題留在那個時間點上。27個暗號不是模糊預警，他們是一份完整名單。梁成禮先說內部可能早有預警，可他拿不出一份能對應27完整暗號的事前通報。董事席第一次沒有立刻接他的話。林瑞把原始文件袋放上桌，我的包裹是在這份備忘錄建立之後寄出，晚宴開始之前收到。寄件時間和存根都還在。他把存根和包裝交給董事傳看。這條外部時間不需要相信我，也不需要相信基金會系統，它只證明一件事，晚宴之前，匿名資料已經被安排送出。時間線終於閉合，高階權限先批次匯出相關檔案，備忘錄提前掌握全部暗號，匿名資料接着寄出，最後才有晚宴上的公開爆料。我沒有說一個賬號就等於一個人，只說賬號可以共用，可醫療複製，獨立付款，事前暗號和外部寄送時間不會一起變成同一個行政錯誤。沈之維把手上的文件合起來，直接提出正式動議，立即停止梁成禮、封存安和照護全部往來，同時取消對我的臨時停權。沈之維提出動議前先看了我一眼，我沒有示意他該怎麼投，也沒有再補一句煽動性的話。到了這一步，4條線本身就應該足以讓董事做選擇。表決一票一票落下去，贊成票過半時，梁成禮沒有再說話。幾分鐘前還想用快速止血撤掉我的董事，開始要求保全所有相關賬務。救助計劃的暫停決議被取消，未完成手術重新進入排程。我洗清了主要嫌疑，也保住了那張最不該被拿來交換聲譽的名單。真正的勝負到這裡已經結束，接下來要處理的不是誰坐回哪張椅子，而是這套制度怎麼才能不再靠某一個人的清白撐住。董事會恢復我的職權後，第一件事是問要不要把主席的全部審批權立即還給我。我把那份決議推回去，先別還。沈之維看着我，你剛用2天證明這個位置不該被隨便拿走，現在卻要先消自己的權。我說，就是因為不該隨便拿走，也不該隨便只交給一個人。這次我沒有把信任我當成制度，只要一個位置能單獨看見、批准，又決定付款，今天坐在那裡的人再可靠，都不代表明天不會出問題。我提出新的稽核方式，捐助方、合作醫院和外部稽核共同監督重要救助款，
主席不再能單獨完成整條審批。梁成禮的職權被正式停止，與安和照護的往來全部封存進後續調查。沈之維也同意加入新的獨立稽核委員會。林瑞在新的報道裡修正了最初的判斷，沒有把我寫成無辜英雄，只清楚說明現有證據已不支持顧念主導造假這個結論。我看完那篇修正報道，沒有要求林瑞替我說好話。他能把已知與未知重新分開，對這件事來說，比把誰寫成英雄更重要。周木生很快傳來更新過的手術排程。第一名原本可能因醜聞延期的孩子，重新回到了確定日期上。他問我，剛拿回權利就先把它分出去，不覺得可惜？我看着那張排程表，這筆錢本來就不是拿來證明誰有權利的。周木生把排程表傳給我時，第一個名字已經重新標回確定日期。我盯着那一行看了很久，這才第一次覺得這2天做的是真正回到了原本該回去的地方。家族公關團隊想趁熱做一場新主席翻盤的專訪，我拒絕了。這件事如果最後只剩下一個漂亮的人設，那我們其實什麼都沒學會。我把恢復手術的名單放回桌上，對周木生說，先排下一個孩子。至於誰坐這張主席椅，明天再談。